达尔频道英大吉，先天性四肢切断症又叫海豹肢症是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而引起的四肢畸形。这些患者大多从出生就没有手臂和腿少数病例可以通过手术进行改善但是大多数患儿的发育畸形是不可逆的。如果能幸存呢，他们一生都要接受用这种没有四肢的身躯生活。我第一次对这种症状有了认知是从一个人的励志演讲，就是利克胡哲。而今天我们故事里的人也和利克胡哲一样但他却能把自己的人生的激情拉满。虽然没有腿但是却能劈腿。我们就从他出生那年开始说起把时间拉回到1976年。1976年4月6日，乙武洋匡在日本东京出生。从出生这一刻就患有这种先天性四肢切断症。通常婴儿出生后都要抱给母亲看。可是当乙武洋匡出生后的1个月，母子2人却被强行隔离，各处一方。因为人们担心刚刚分娩的母亲看见儿子先天没有四肢，必然难以承受巨大打击，就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这个婴儿黄疸严重，需要隔离治疗，直到母亲出院也没能见到乙武洋匡。1个月之后呢，他才被告知不能相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黄疸其实是孩子的身体有异常，希望他在相见之前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在医院方面也在见面的诊室专门腾出一张病床，就假如说这个母亲在见他之后遭受打击，血气上涌当场昏倒，也好立即抢救。总之在见面前的一段时间，这个父亲母亲医院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见面的时刻终于到了，母亲颤抖着双臂从护士手中接过这个宝宝，打开襁褓看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可是出人意料却又情理之中的场面出现了，母亲的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我可爱的宝宝这是母亲见到乙武洋匡说的第一句话。人们原来担心他见到无手无足的儿子会痛哭，会精神失常，会失去知觉等等情形都成了杞人忧天，因为这是注入自己所有的爱孕育的孩子，其他的一切比起母子终得相见的喜悦又算得了什么呢？乙武洋匡出生后不久，一家人就搬到了千叶县。虽然他身患残疾，但是父母却一点也不避讳，经常带着他外出，让所有邻居都知道他的存在。可是照顾乙武洋匡却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非常辛苦。乙武会因为身体不舒服而整夜的哭喊，白天也只能睡一小会儿。一直陪伴在身边的母亲也因为过度劳累而患上了精神衰弱，而且乙武的进食量只是正常婴儿的一半。就这样吃得少睡得少，让家人一直都非常担心。可尽管如此乙武的身体却很强壮，也没有生过什么病，由此父母2人也就放心了经过持续的细心照顾，乙武洋匡也慢慢长大。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而给乙武打开的窗子也很早的被父母察觉到，他在9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说出一些简单的词汇并似乎由此突破了语言的障碍，话变得越来越多，也更流利。直到1周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多嘴多舌的小乙武。父母喜出望外只要他们一有时间，就会拿着书读给他听。小乙武卓越的语言天赋也让这个家庭充满了希望。一直到了4岁，乙武洋匡被送到世田谷的圣母幼儿园，而这里并非是一所专门接纳残障人士的机构，因为父母希望他能和正常人一样接受教育，而不是那种特殊教育，所以他终究还是要面对和正常的孩子进行人际交往。只能坐轮椅的他在孩子们眼里都显得非常特别。他也疲于不断重复和别人解释自己的病症，可还是在这里过得很开心。因为虽然他行动不便，但他的语言和沟通能力明显要比其他孩子要强出很多。潜移默化之中，他竟能在一群孩子当中起主导的作用。他变得越来越有主见，也变得更加自信。那上小学的时候，父母再次不断忙碌寻求帮助，乙武洋匡才能进入一所公立学校。在这之前呢，乙武洋匡在生活中都会经常得到周边人的帮助，他也习惯了这种被扶持的感觉。可在这里的老师开始重点培养他的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那采用的教育方法是选择让他自己去面对所有的困难。那在这种环境下，乙武洋匡不得不独立去完成很多看似很困难的事情，直到他可以用面部和一小节手臂夹着笔进行写字，可以独立完成一些运动项目。每完成一件事情，他内心的成就感就会更高，面对所有的事情都会更加专注，对学习亦是如此。
多年的求学生涯，他一直都在努力。聪明的乙武在学业上的成绩也是非常优秀，最终如愿考上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那大学期间，他已经可以摆脱别人的协助，借助轮椅活动，身残志坚成为了他的代名词。很多人只是看到他就会感觉备受鼓舞，由此他开始被人关注，受到很多机构的邀约，到小学给孩子们做励志演说。那超强的口才表达力在这时候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从不抱怨自己的境遇，始终对人生充满感恩。很多人都被他的事迹所感动乙武洋匡这个名字也迅速在日本乃至亚洲范围广为人知。他看到自己竟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感染到这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不断思考、自我总结，也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他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向社会发声，倡导更多关注和扶持残疾人士。1998年，22岁的乙武洋匡为了激励更多人，出版自传《五体不满足》。这本书里有一句话：“残疾只是不方，而非不幸。”里面记录了他和这个世界对抗的经历，反响非常热烈，达成了7个月销售380万本的成绩，迅速火出圈，成为了日本社会家喻户晓的名人。那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始终保持着正面积极的形象。那上天给我这副身体是为了让我完成特殊的使命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不断创作的同时还被电视台邀请担任节目制作人。而坚强乐观的人生态度，事业上也取得了一番成就。一时间，他成为了无数人的励志偶像和精神导师。在这期间，他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他的气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获得了学妹任美的青睐。2001年，乙武洋匡和任美交往3年半，决定结婚。其实他是突然之间就和任美求婚的，而且使用了一个小手段他说，因为自己的父亲病重，并且时日不多一心盼望能够看到自己成婚所以即便22岁的任美还从没有想过结婚的事情可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让他没有办法拒绝。被冲昏头脑的任美就答应了求婚。那乙武洋匡又问任美说自己可以上厕所，但是没有办法擦屁股所以每次都需要你来处理，这样也没有关系嘛。任美很风趣地回答说我可以照顾，因为我养过狗所以问题不大。而实际上步入婚姻之后，任美才发觉了其中的艰辛，因为不光是擦屁股的问题这个乙武洋匡连开门都做不到。即便是他已经能够自己做到很多事情，但依然离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相差甚远。两个人在婚后生下2男1女，3个孩子加上一个身有残疾的丈夫，4个人的日常起居都需要任美一个人来打理。那常年周旋于繁杂的家务当中，艰难漫长，让她苦不堪言。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她一直在坚持，就像丈夫坚持自己的事业。这婚后的乙武洋匡事业变得更加顺利，他不时在媒体上发布对日本社会的想法，经常参与社会福利以及人权的讨论当中，为弱势群体发声得到了非常多民众的认可和拥戴。水到渠成，乙武洋匡甚至准备好了朝政界发展就在看似一切顺利的时候，乙武洋匡被爆出了重大丑闻。2016年，有媒体突然爆料乙武洋匡婚内出轨，乱搞男女关系，出轨对象多达50人。初期他坚决表示否认，但之后就有超多和女生的亲密合照在网络流出。这乙武洋匡的形象瞬间就跌到了谷底，他也被迫承认自己确实有5段婚外情，常年和人保持着不正当关系，并向社会发表道歉但这个道歉并没有被接受。这很多人都认为他必然还是有隐瞒的曾经买过他书的人就感觉自己像是吃到了苍蝇说这个书名不应该叫五体不满足，应该叫下体大满足都被他的这个表象给蒙蔽了。励志都是假的，想满足自己的欲望才是真的吧。那还有一些日本网民也开始调侃那以他的身体状况竟然还能征服如此多的异性比好多健全的人都要疯狂。这么看来应该是变得更加励志了才对吧。那结婚15年的妻子任美也谈到这个话题这个乙武洋匡虽然是四肢有残疾，但是他的私密部位还是正常的，而且他对于男女之事的欲望非常的强烈。但因为自己从早到晚都要忙于照顾他和3个孩子所以身心俱疲，面对乙武洋匡的需求只能是应付了事或许这让乙武感到非常不满足，以至于任美虽然察觉到丈夫出轨，但还是心有一丝愧疚，所以就没有过多追究这个事情算是自己默许了。
一些认识乙武的女性啊，也进行了爆料。这乙武洋匡本身的名气很大呀，不乏异性在身边围绕。他在面对异性的时候非常健谈，并且啊，谈话很有主导性。这很多本来对他就有仰慕之情的女孩啊，就非常容易被他给带动。聊着聊着就会说一些荤段子啊，或打一些黄色的擦边球。如果对方没有过多拒绝啊，他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啊，说自己虽然没有4肢，但是最重要的一只非常健硕。被他说到心动的女生啊，就最终和他去酒店开房了。这面对一系列的丑闻陆续爆出啊，乙武洋匡的母亲也公开对他进行指责，说自己的儿媳完全没错，全都是儿子的问题。即便乙武洋匡很诚恳地和任美进行道歉啊，但最终没能得到妻子的原谅，因为除了出轨之外，在平时他还对妻子多次进行精神上的压制。比如每次任美要出门的时候，他都会怀疑妻子要抛弃自己，并威胁任美啊，如果你不照顾我，那我就告你这个虐待残疾人。这让任美平时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感觉很疲倦，所以他这一次没有选择原谅。2016年9月，两人宣告离婚，3个孩子全都归母亲抚养。乙武洋匡在个人的网站上再次进行公开道歉，说离婚这个结局啊，是对这个家庭最好的结果。自己今后依然会努力做一个好父亲。在一片骂声和嘲讽当中，乙武洋匡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2017年，他踏上轮椅环游世界37个国家，回国后又出版书籍《我回家了，日本》。他的异性缘也并没有终结。2018年，他又被爆出结交了一个新女友，1995年出生的岩泽直美，比他小19岁。这个女孩是个混血，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捷克人，也是他在早稻田的学妹啊，长相身材出众，还精通5国语言，也经营着自己的事业，而且他们还见过了双方父母，目前一直都是同居的状态。乙武虽然在先天条件上不如正常人，但在异性缘上却是一个十足的人生赢家。2019年，他向法庭申请想见孩子一面，结果遭到孩子们拒绝。那自从出轨丑闻之后啊，乙武洋匡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也变得更加欢脱了啊，不再拘泥于原来一本正经的形象，也不再避讳别人对于自己的调侃。比如很多人好奇啊，这种身躯是怎么完成房事啊，并脑洞大开啊，在网络上画了很多可笑的示意图。他对此也都是一笑而过，或者是自我调侃一番。那目前已经摆脱风波的乙武洋匡依旧会活跃在各种节目中，他也还会偶尔在社交平台或 YouTube 上发表一些内容。实际上他的后半生即便什么都不做也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他在成名期间呢，陆续写过很多著作，日本的版权意识又很强，所以他之前积累的财富加上后续躺赚的版权费用，已经完全足够他的生活所需。可他依然还是致力于残疾人保障的活动中争取更多权益。开始保持低调的乙武洋匡也会经常受邀到国外进行演讲。而婚内出轨的丑闻啊，已然是他不可能甩掉的黑历史了。可他还是在不断的坚持。那单单从他对于公益事业的坚持这一方面来说，他可以说是一个战胜了命运的人，但是却败给了自己的欲望。人们多么希望能够出现一个东方的利克胡哲，可最终却在一片狼藉中收场。他的道德败坏也让很多人感到失落，因为像这种患有先天性4肢切断症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作为正常人是永远无法体会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从正面的意义上去讲啊，类似利克胡哲这些人的存在，不仅给正常人带来震撼，歌颂生命的伟大，更能给那些和他们境遇相同的人带来更多希望。他们证明了命运是可以改写的，即便是你输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那引用利克胡哲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啊，人生最可悲的并非失去了4肢，而是没有生存的希望和目标。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说到这，不要理点大姐，谢谢你了，拜拜。